Hello， 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小美杨子。今天我们上山去摘竹笋。我们刚从我们的一片山地橘子林山地到现在这片山地了。去年这里栽了辣椒，前年栽的平安爹给我们的六月椒，在开花了啊！今年可能就有花椒吃了，长得还挺快的。那边有一棵好像被别人给斩了，然后还有一棵桃子树也被他们上山的可能不小心给弄断了，挺可惜的。这山上的草啊，好生啊，长得。今年打算，老爸说。那边摘南瓜已经摘过了，桃子树已经结桃子了，今年有桃子吃了。这花椒是被竹子给挡住了，长得好差呀，比他们那几个长得都差。竹笋，这儿，这么多。我们不在这儿摘，我们去后面那座山上去摘。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到山顶，但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小村庄的全貌了，好漂亮啊！这花好漂亮，跟绣线菊好像。三月抛，好酸啊，没有完全熟。这个好大呀！这个只能在本地吃，因为它没法运，好胖好大。酸酸甜甜的，那个熟兔的好好吃啊！你们想吃吗？好想分享给你们，我们这满山遍野都是了，好甜。它也叫野草莓，还有一种也是这个季节成熟的，叫空心抛。对，空心抛，这个叫三月抛。空心抛我们这山上没有，姐夫他们老家那个大山上才有。现在疫情，我们不能出市，所以没法去摘。好吃啊！这里一大片蕨菜，这里一大片，山顶上好多槐花树啊，白色的，它跟紫藤萝很像，但就是颜色不一样。哇，好香！这里可以生吃，也可以做美食的。
好漂亮。你们吃过这个槐花蜜吗？好陶醉。老板好像今天的占挺便宜的。我们马上到达目的地了，这个下面就是一片竹林。我们已经连续2年都是在这儿摘的竹笋，但是这里还是没有童年妈他们那里的竹子长得胖。这里先摘一点吧。啊，真挺粗。看到一根，这里好像阴凉一些，还没有完全长起来。这个啊，还挺粗的，好嫩啊！我再等几天更好。啊，好嫩啊！好想体会一下熊猫的快乐。这个地方有人来过了，我们刚才发现好几个很粗的、很大的竹笋都已经被别人摘了。应该是估计这2天才来的人，因为这个地方很隐蔽，不知道他们怎么找到这个地方来的。3个，哎，3个，这有3个。这里是刚长出来的，现在这个阶段竹笋长得很快的啊。看这有几个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，这还有一些还在地下还没冒出来。那小的就不摘了，把这大的摘。哇，好清脆的声音啊！嗨，这树上还有橘子，碰干，尝一个。这会儿的橘子肯定很甜的，我感觉我现在跟野人一样。甜蜜蜜。甜的跟蜜一样，你们肯定没吃过这种橘子，从去年长到今年还没掉，然后从树上直接摘下来吃的，好甜啊！正好可以解渴一下。这个，这相当于是野橘子了。以前这里是山地，后来荒了就长了好多这个竹子，就变成荒地了。就他们的这个橘子也不好进来收了，就没人管了。我们家之前看到的那片山地，去年在辣椒的那片山地，没有开荒之前跟这个是差不多的。可想而知，我们把它开荒出来，花了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和体力。特别是这个竹子就很难清理的。你不光是给它斩掉了，它下面还有那个根，还得把它根全部挖出来，然后再养个半年，你才能种东西。你不把这个地搞好的话，你就种不出来，而且它又会死而复燃。啊，这橘子送给你们吃。好甜，好，试一试尝一下，姐姐尝一下。好甜，真的是很甜很甜的，特别好吃。来给你们看看这里是什么样的一个全景，这就根本就没有漏，就只能窜，就跟那个穿山甲一样窜进来。看一下这2个竹笋是长得不太一样的，左边这个偏红，右边这个偏绿，但是都挺胖的。走这个路一定要特别小心。
好多竹子是被斩了的，不小心摔下去那就有危险了。哇塞，你看这个竹笋好胖好大。这个也是要最好现摘现吃，它才又脆又嫩。放时间久了，它就会变老的、变硬的，吃起来。嘿，我摘到2个小的。这个还可以，好胖啊！这个还挺粗的，比大棒指还大。那里有个拳头大小的洞，好深啊！这里摘到一些胖乎乎的。去年来这的时候，这儿很多，今年杂草太多了，密不透风的，不透光，它们就好多就死掉了，也不长。这根好胖啊！好嫩啊！这里还有4个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哇，好胖呀！哎呦，嘿，哎，还有个小的，那个太小了，不拔。还有好多小的，还只是冒个小尖尖。又找到3个，这里一大片的虎耳草，这里是背光阴凉处，很适合这种草的生长，可以当绿色花卉，也可以是一种草药。好漂亮啊，这个虎耳草！去年我在这摘了几株，弄回家种，但是环境达不到那个它生长的条件，后来就死掉了，挺可惜的。但这里好多呀！这地下还有这，我仿佛进入了一个魔幻的、奇妙的森林世界。这里好多各种各样的野生植物。这根特别长，这是今天摘到的最长的一根了。又搞到了一把。这个竹子跟刚才摘的那片竹子不一样，品种不一样。这里又有好多橘子，有点干巴了，好甜啊！没什么水了。这树都长虫了，没人管。这里有一窝，有7、8根，还有几根。
它比较小。这竹子的竹笋需要给它拔一拔，不拔的话它长得太密了，到后面就长不好。稍微拔一拔，就相当于是我们种蔬菜给它接苗，有空间了，有阳光了，就长得更好。刚才跟姐姐俩翻山越岭，你看这就没有路，这是一个悬崖，是个坎儿，好高，爬上来的。还好天天干农活有2、3次身手，不然普通人都上不来。视频里面直观的看不出来，这个坡高应该有3、4米的高，挺陡的，差不多是个直角。哎呀，好脆好嫩啊！跟豌豆的味道差不多，就那个生的豌豆，都没它甜。想想怎么回去吧。我们现在四面都是草丛，没有路，根本就。终于起来了，那搞得像翻山越岭。Hello， 朋友们、同志们，我们终于出来了啊！好不容易出来了啊！摘个竹笋，你看看，没有一点功夫还吃不到这山珍野味啊！我们在这把这皮剥了，但背着太重了，这估计有30多斤。这还不算多的，今年比较少。今年少的原因是因为有人已经摘过了，其次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估计再等1周会更多。等我们下次去童年妈他们那边。他们那的竹笋比我们这多了。老爸用那个搅的方法，那个我不会弄，我只能一点点剥了。这个竹子有好几个品种，至少有2个品种，长得不一样，颜色也不一样，一个红一些，一个绿一些。等会儿回家我们用开水把它烫了，吃不完的可以放冰箱，没菜的时候拿出来吃。等上海疫情解封了，快递恢复正常了，可以给老弟也寄一点，让他吃一下家乡的野味。我对这东西一般没有很向往。马上弄完了，我们已经进山3个小时了，不知不觉，最后一根，好多壳呀，壳一大堆，肉没多少。啊，走，回去，下山了。
好多桐子树，可以包巴巴的这个叶子。那